发车。刚才从第3航站楼来到了这个第1航站楼，这边呢才有这种火车。就是这个车啊，那这个车好像又不是了，应该是机场的那种接驳的轻轨吧。这边呢才有这个火车坐，大概间隔不知道几十分钟一班啊。因为我刚刚来的时候刚刚走掉一班。这个列车4个站啊就到目的地，虽然应该也就25分钟左右吧，但是呢车上的设施非常完备啊，刚才也看到了，包括洗手间、放行李的，而且座位呢都是那种像高铁一样的好长途的这种位置，而且更贴心的是它有 WiFi， 所以呢上网的问题。好，准备发车了啊！我还蒙对了啊，就是往这个方向走。好，顺便呢看看这一路的风景。整个机场呢还是非常庞大，占地面积很大啊。然后用各种你看啊，高架桥、轨道等等啊连接在一起。然后刚刚看到的是那种小火车、小轨道，可能连接几个航站楼的这种轻轨。那更多的呢，可能就是汽车的这些高架桥。而我现在坐的这个火车呢，是一个快车，就从这个机场呢直接去到多伦多的市区。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我看到那边有一些高楼啊，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那个地方应该是密西沙嘎，另外一个小城市。感觉这边呢就是一片敞开的机场啊，分了好几个航站楼，然后呢就用各种桥梁啊、轨道把它连成一片。下面这个就是高速公路了，非常的开阔。刚一出机场呢，就感觉到这边非常的开阔，跟温哥华比的话呢，应该城市面积更大，拓展的更开啊。相信呢，这边的高速公路也要比温哥华要发达得多。毕竟呢，这是加拿大的最大的城市。
这个车名字叫快车，但是跑得非常的慢。现在呢，来到了一个车站，叫 Weston， 边上呢有一些高楼啊。这边上来的人应该很多，应该都是赶去上班的人。很快啊，车厢里面几乎就坐满了。Okay, thank you. Okay, bye.
这边应该又到了一个车站，第二个车站。整个区域呢，完全是郊区这种工业风的这种郊区的样子。这个附近呢，建了很多楼啊。应该已经差不多到了，我已经看到CN Tower。包括这个 Rogers Center。现在进入联合车站。这边
不同的火车齐头并进。So, Hi. wait. Come on through. Doug's You're welcome. Bye. But didn't your mom support you? So then why don't you just talk to your mom? But even just like, so you can't hear what your dad did? She'll cuss him? Your dad doesn't care? She's on the phone cussing him? Cussing him? But he doesn't care? I don't get it. Usually dad is the one there's like I don't know like getting sports or like whatever. And then mom is just like more like, oh you gotta do good on school. 现在我们看到这种双层的火车呢，就是GO Train 啊，就连到各个卫星城。But sometimes they got at me, I'm not gonna lie. Like I get still like I have to give them that. 好了，我们已经到站了。所以我的感觉呢，这个火车啊，不仅是从机场到市区的联络线，它中间还有2个站呢，都是郊区的这种卫星城，很多人呢住在那里，然后就利用这个火车啊到市中心来上班。现在呢，我们已经到达了联合车站啊。这里人就很多了啊，不到半个小时啊，就从机场经过。哦 ，sorry，thank you。刚刚不小心手机掉地上。刚刚说到啊，就是从机场经过了一片郊区的，算是卫星城吧。现在呢，来到了繁华的、最热闹的区域，相信这边呢就是联合车站啊。到这边呢，可以看到马路上啊，就是应该是中央商务区了吧 ，downtown 啊 ，CBD 这种地方。这边呢就是联合车站啊。同时呢，也是一条 path， 应该有10多公里的一条地下的过道，可以连通downtown这边很多的区域。这个对于寒冷的北方城市来讲啊，非常有用。在下雪天啊，风雨交加的这种季节呢，就可以通过在下面行走，可以去到自己的公司和一些商业中心。你看这个联合车站有年头了啊，就有点像我们去过的纽约的中央车站。
这里四通八达，很多的门，很多的道路。其实我也不知道往哪里走。Front Street， 我应该可以往这里出到外面去。这里就来到了多伦多的市中心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个联合车站，Union Station， 非常壮观的一个车站。再可以看看前面那些新式的高楼还在建设当中。这个呢是一个 Royal York Hotel， 相信也是本地的地标性的大的酒店。从这边呢，大概要走个10多分钟去到我女儿的住所。现在呢，我就从这边出发完全是瞎子摸象，慢慢的找过去但是这个地方你看马路上扔的到处都是的垃圾。走到这里呢就没有电了现在呢我又换了一个电池，继续走路。这边呢应该是多伦多的单车到时候看看怎么来租学习一下骑着单车也可以逛逛多伦多。这边呢还在起楼现在我从这条 Front Street 遇到了 Bay Street。Bay Street 呢，号称是多伦多的金融街这边还有很多施工的工地。对面的是 TD 这家银行。你看大家把单车呢，就是挂在这个专门停单车的柱子上，但是天再冷一点下雪了可能就不方便骑行了。
现在呢，我行走在多伦多的downtown，今天还是跟他出对面啊，完全是一头雾水。但是走在这个街上呢，就感觉类似在纽约的街头，天气都有些像。我已经看到这个红色的街车了，叫 Stray Car， 也是这边的公交的一个组成部分。看到这边的人们的脚步匆匆啊。现在应该是早上的上班时间，我看也有堵车，右侧的车道堵住了，前方呢警察的车还是救护车吧，可能大概是为了让道啊才停下的。果然是救护车。这些呢老房子都是银行大楼，边上呢就是 RBC 的大楼啊，已经收购了汇丰银行的这家银行。上班时间加上前面正在施工的道路，所以呢这边堵车了。现在开过来的就是 Stray Car， 这是在路面行驶的电车。现在呢我走过这条 King Street， 前面应该还有一条 Queen Street。总之呢，这里就是银行这种集中的地方，所以这条背街呢就叫金融街。街上呢也有这种无家可归的人睡在地上。看啊，这边也有一些老房子，但是很多的老房子都拆掉了，变成新房子了，新的大楼了。I think she's being nice to me.
就是这个街上啊，修路的建筑工地还是很多。即便在窄小的街道，还是留出了单车道。看来大家这边过马路也不等绿灯啊，走着走着就绿了。你看啊，像这种就专门是单车停放的这种柱子啊，做的很有特色。走过了这条 Richmond， 对面就是 King Street， 就是女皇街了，而边上的就是多伦多的新的市政厅。好，我已经到了我女儿住的附近了。这里呢有很多可以逛的地方，但是呢，留在之后的日子再来寻访吧。那我就在这边呢，首次的多伦多的拍摄就告一段落。多伦多之行呢，刚刚开始啊，相信在这边也会有很多经历，也会有很多见闻，非常愿意呢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下一次行程再见，谢谢大家的观赏，拜拜。